你永远也不知道意外和脱发谁先来到。大家好，欢迎收看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腐国文化的小不列颠为什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英国男人为什么秃头。近2年随着英剧的流行，很多人心中都有了一个英国的男神，而说到那些英年早泄的那些曾经的颜值巅峰，却因为脱发让整个人形象一去不复返的英国明星，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来对抗秃头，比如说鹅粪、鸽子粪、刺猬的刺，还有指甲里面这种脏东西，都会被人用作是治疗脱发的灵丹妙药。那虽然现在的科学技术当然是不会让你继续在头上抹那些乱七八糟的排泄物了，但是秃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困扰着全球各地许多男人们，许多英国的男人们。但在节目开始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大家对我视频中使用的资料感兴趣的话，我会放在视频末尾，你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秃头”来获取它们。如果各位有什么想了解的和英国文化或者社会相关的话题，也欢迎通过弹幕或者留言来告诉我，说不定下期讨论的就是你感兴趣的话题呢。最后也麻烦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为我素质3连，鼓励我继续做下去，谢谢。有调查显示，英国35岁的男性当中有40%都面临脱发困扰，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在80岁的英国男性中，秃头的人数超过了80%。而另一方面，女性的一生中遭遇脱发问题的几率大概只有50%，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们觉得英国的男人10男9秃吧。而其实男性脱发这件事吧，并不是说一定是在35岁之后才会发生的，准确来说，应该是青春期过后的任何男性都有可能说秃就秃。所以如果你目前有在追什么英国 idol 的话，而且这个 idol 目前的发量还比较感人，我希望你能够多看看他，多支持他，因为毕竟你永远也不知道意外和脱发谁先来到。那再说那些脱发的男性，都说女大18变，其实男性的脱发也可以为男性解锁很多的新的造型，就好像这张图展示了男性脱发的全过程。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脱发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发际线的撤退和头发的灭绝。不知道你的男神现在进行到第几阶段了？那针对英国男人秃头的问题，其实坊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了。有些人说是因为天气啊、食物、水，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英国男人太帅了带来的诅咒。那如果让我来选，能够帅气35年，然后开始脱发的话，那我肯定不愿意啊。虽然导致脱发的原因有很多了，例如更年期啊、疾病啊、熬夜和压力等等，但英国男性脱发的幕后凶手其实是基因和荷尔蒙。没错，就是我们常说的男性荷尔蒙。目前公认的一个说法是因为一个叫做2氢睾酮的英文简写作 DHT 的男性荷尔蒙影响了头皮毛囊，导致头发越长越细，最后也就灰飞烟灭了。所以英国男人脱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他，正是因为他们迷人的男性魅力。干嘛？又不是我说的，人家研究说的嘛。哦，对了，英国男性秃头这件事吧，他还可能遗传。其实我还蛮担心自己脱发的，虽然说我的家族里面没有脱发的基因，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男性荷尔蒙还是蛮强的，所以我就特别担心啊。什么？我怎么知道自己男性荷尔蒙强啊？因为总是有人对我说，可恶，你不要再散发你的男性魅力了。除了男性荷尔蒙以外，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英国男性脱发的传言，是说英国的水质太硬了才导致了脱发。针对这一点，我也做了一些小调查，发现其实两边的说法都有，而且学术界好像还没有一个统一且公认的结果。再加上其实英国本身的水质分布也是南硬北软的，虽然说英国水质不同，但是在脱发这一点上，英国男性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统一性。那脱发除了外表以外，还会对英国男性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刚刚也提到了，脱发是由于男性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导致的。那这些荷尔蒙会带来的另一个健康风险就是癌症。秃头的男性更容易患上前列腺癌，而全球每年都有超过30万男性死于前列腺癌。那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心理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头发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对外展示个人魅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可想而知，当头发减少或者是没有，对一个人会造成怎么样的打击。研究也发现，脱发给英国男性带来了包括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内的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并且有60%的男性愿意舍弃金钱、抛弃朋友，也要换来一头茂密的秀发。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倾家荡产、抛弃朋友来换一头茂密的秀发吗？那可能有些人会说，秃头怎么了？秃头帅的人也很多，秃头了也可以靠脸吃饭呢。确实，部分调查也显示，秃头的男性拥有更高的智慧，更超群出众，社会地位也会更显赫等等。
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秃头男性更帅、更聪明或者是更成功。事实上，世界各地对秃头男性都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源头和当地的文化审美不无关系。例如，此前在韩国的一项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秃头的男性没有魅力可言。然而，同时期在爱尔兰的一项调查却发现，光头和灰发的男性往往被认为很有男性魅力。不知道你们觉得秃头男性你可以吗？那话说回来了，脱发到底是可以被完美根治的吗？不太可以。虽然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药物能够帮助你增加头发的厚度和延长头发的生长期，但其实它们使用的材料和副作用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并没有那种可以帮助你一夜之间长出乌黑亮丽秀发的灵丹妙药。那针对脱发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障眼法，也就是通过梳头来盖住秃的区域，达到一个头发比较浓密的视觉效果。还有就是纹身，因为颜色看起来头发很像，又或者干脆就直接戴假发。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不靠谱就是通过梳头发这个方法了。你想象一下，你和一个英国绅士漫步走在伦敦街头，一切都是那么的浪漫，对方也很美味啊。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小风你感叹道：“哎呀，这真的是一次成功且浪漫的约会呢。”说时迟那时快，你一转头发现对方秃了。相比之下，有钱人的选择可能会更多一些，他们可以选择通过植发手术来获得更多头发，因为这个手术见效很快，而且几个小时就能做完，几天后就能正常上班了，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困扰。但是缺点就是英国植发手术太贵了，大约10几到20万人民币不等吧，所以有些人专门为了省钱去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做植发手术。我为了做这个视频还专门看了一个 BBC 的小纪录片，里面提到近2年来土耳其做植发手术的英国人数量激增，甚至已经达到了他们做植发手术数量的90%，而且仅通过一次手术可能还不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发量，那么你就要去做第2次、第3次、第4次等等等等，如此往复。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会把视频中的资料放到视频末尾和我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回复关键字秃头来获取它们。如果各位有什么想了解的跟英国文化和社会相关的话题，也欢迎通过弹幕和留言来告诉我。最后再次麻烦大家为我素质3连啦，那就这样，下期见，拜拜。